我和夫君第一次亲嘴，嘴巴居然粘在了一起，怎么都分不开。我们俩大眼瞪小眼，嘴唇贴着嘴唇。他想说话，嘴皮子一动，扯得我嘴巴也疼。我想张嘴，发现根本张不开。我让他冷静下来，比划了半天，我心里拼命想着快分开，快分开。折腾了半天，啵的一声，终于分开了。谢云看都没看我，转身就走，一步、2步、3步。就在他走到第10步的时候，我只觉胸口炸开一道红光，整个人穿过院子，再次亲上了他的嘴。四目相对，谢云一把推开我：“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他运起轻功就往屋顶飞，然后他就又砸回来，又亲上了。他不信邪，往东跑10米，我飞过去亲上他。他想翻墙逃跑，我直接就飞扑过去。经过一夜的亲来亲去，终于发现只有我们相距10米的时候，那股力量就不会出现。我和谢云终于找到了喘息，我的嘴唇都快被撞肿了。天快亮的时候，我们俩精疲力尽地瘫坐在地上，中间隔着8米的安全距离，谁也不敢再动。谢云气喘吁吁地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揉着发麻的嘴唇：“尚书府庶女，替嫁来的。你呢？”镇北大将军谢云，克死3任妻子的那个。谢云咬牙切齿，他戎马半生，从未遇到过如此离奇诡异的事情，我一个庶女也没遇见过呀。正在这时，一阵生理上的紧迫感袭来，我捂着肚子，脸色有点发白。我要上茅房。谢云的脸瞬间黑了。将军府的茅房在院子的角落里，离我们现在的位置目测至少15米，这意味着我要去上茅房，他就必须跟着。谢云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他大概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需要为一个女人的生理需求保驾护航，但他没得选。最终我进茅房，他拿着他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像个门神一样站在离茅房门9米远的距离，背对着我。清晨的将军府，下人们已经开始洒扫庭院。他们路过院子，看到他们那威风凛凛、从不近女色的将军，居然黑着一张脸守在茅房门口，一个个都露出了震惊又了然的表情。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你们看将军多疼爱夫人啊！”“是啊是啊，连夫人上茅房都要亲自守着，生怕出什么意外。”“我就说嘛，什么可欺都是谣言，将军这明明是爱惨了夫人。”站在9米外的谢云听力显然比我好，我能看到他握着剑柄的手青筋都抱起来了，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想杀人的怒气。我憋着笑，心里莫名觉得有点解气。让你凶我，让你冷着脸活该。就在我幸灾乐祸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滑，茅房里刚洒了水地很湿，我惊叫一声，整个人往后摔去。门外谢云听到我的叫声，几乎是本能反应，他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想也没想，一个箭步就冲了进来。然后我们俩一个坐在地上，一个冲进门口，四目相对，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茅房里那股不可言说的气味混合着无尽的尴尬，让我们俩的脸都开始泛绿。茅房事件后，我和谢云之间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们俩像2只被拴在一起的刺猬，谁也不想靠近谁，但又不得不维持在10米的安全距离内。白天他去书房处理公务，我就得搬个小板凳坐在书房门口嗑瓜子；他去练武场练剑，我就得抱着一盘葡萄坐在练武场的台阶上围观。将军府的下人们看我们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从最初的将军好宠夫人变成了夫人好黏将军，最后变成了将军和夫人真是一刻也分不开。我认命了，反正来都来了，好吃好喝的供着，就当提前养老了。这天下午，谢云被紧急召入军营议事，我也只能跟着，当然我不能进军帐，只能待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小帐篷里。军营里伙食粗糙，我吃不惯，就让丫鬟小翠给我弄了个小火锅，还是我最爱的红油锅底，鲜红的辣椒在锅里翻滚，香气四溢。我夹起一片涮好的羊肉，一口塞进嘴里，那股辛辣刺激的快感瞬间从舌尖炸开，直冲天灵盖，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但又觉得无比过瘾。我正吃得不亦乐乎，突然听到主帐那边传来一阵骚动。将军您怎么了？将军快传军医，将军哭了。有种不祥的预感，不会吧？我正想着，帐篷的帘子被人一把掀开，谢云顶着一张通红的脸，眼角还挂着可疑的水光，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身后的林峰一脸惊恐，手里还端着一碗水。你在吃什么？谢云看到我面前沸腾的火锅，声音都变调了。我默默地放下了筷子。完蛋了，好像发现了什么新的了不得的机制。我们俩不仅有距离限制，好像还有感官共享。我看着他被辣得通红的嘴唇，再想想自己刚才那一口变态辣羊肉，突然觉得有点心虚。感情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他在那边跟着我一起上头，怪不得军营里会传出战神谢云在军帐被属下骂哭了的离奇谣言。以后不许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谢云指着我的火锅，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我本来还有点愧疚，但他这副命令的口气让我很不爽。我可是尚书府庶女，从小看人脸色长大的，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我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伸出手，对着自己大腿狠狠地掐了一把。几乎是同一时间，站在我面前的谢云突然闷哼一声，脸色煞白，一条腿不受控制地软了下去，砰的一声单膝跪在了地上。他额头上瞬间冒出冷汗，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我冲他扬了扬眉，露出了一个纯良无害的微笑。想欺负我没门。自从发现了感官共享这些大杀器，我在将军府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心。谢云再也不敢对我冷言冷语了，他要是敢给我甩脸子，我就偷偷喝一大口冰水，让他大夏天体会一把透心凉。他要是敢命令我，我就不吃饭，让他饿得在练武场上眼冒金星。他彻底没辙了，只能把我当祖宗一样供着，每天好言好语地问我
夫人今日想吃什么？夫人今日可有不适？我俩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变成了一种诡异的和平共处。但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谢云是武将，每天都要上朝议事，皇宫大殿岂是我一个女眷能随便进的？可我们俩又不能分开超过10米。为了这事，谢云愁得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他顶着2个黑眼圈，扔给我一套侍卫的衣服。我懂了，这是要我女扮男装，当他的贴身侍卫。我看着那身裁剪合体的飞鱼服，摸了摸自己平平无奇的胸口，觉得这个主意还挺不错的。于是我竖起长发，换上男装，摇身一变成了将军身边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侍卫。别说，还挺像那么回事。到了朝堂之上，那庄严肃穆的气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跟在谢云身后，低着头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朝堂之上暗流涌动，谢云的死对头李王爷今天又开始故意找茬，拿军饷的事情大做文章。谢云站在那里面沉如水，言辞犀利的一一反驳，气场全开，看得我都有点小崇拜。不愧是战神，吵架都这么帅。但我一个弱女子，哪受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罚站？站了快1个时辰，我的腿都开始发酸了，上下眼皮直打架。好不容易熬到下朝，我腿都快断了。我们跟着百官往宫外走，李王爷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又从后面传来：谢将军身边何时多了这么个水灵的小侍卫？看着面生的很啊！谢云没理他，拉着我继续往前走。李王爷却不依不饶，突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毫无征兆的一掌朝谢云的后心拍来。将军小心！我失声尖叫，谢云反应极快，瞬间转身格挡，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出于本能，我尖叫着往后退了好几步。我退得太急，完全忘了我们之间还有个10米魔咒。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脚后跟已经踩在了第11米的边界线上。完了，这个念头刚从我脑海里闪过，那股熟悉的该死的吸力就再次爆发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侍卫直挺挺地朝着谢云飞了过去。李王爷的脸震惊到扭曲，周围百官们的三观碎了一地。谢云的脸上写满了绝望毁灭吧，赶紧的！我和他在皇宫门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吻在了一起。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石化了，仿佛被施了定身咒。过了足足有10秒钟，人群才像是炸开的油锅，发出了震天的哗然。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谢将军，他竟然有断袖之癖。那个小侍卫是谁？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能让冰山战神当众识态。李王爷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我们俩一副抓到了天大把柄的得意模样。谢云啊，谢云，本王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没想到你竟然好南风，真是伤风败俗，国之耻辱。谢云的脸已经从铁青变成了酱子，我能感觉到他抱着我的手臂在微微颤抖，那是气到了极致的表现。我知道如果今天这事处理不好，他战神的名声就全毁了。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谢云突然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他松开我的嘴唇，但依旧紧紧地抱着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到能溺死人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朗声对所有人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各位同僚误会了，这位不是在下的侍卫，而是在下辛纳的绝色美妾，平生就喜欢穿男装，与众不同。这位不是在下的侍卫，而是在下辛纳的绝色美妾，平生就喜欢穿男装，与众不同。说着，他竟然还伸出手，宠溺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反转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大家还没从将军是断袖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又被将军金屋藏娇的新瓜给砸晕了。就在这片混乱之中，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不远处，车帘掀开我的好嫡姐沈婉，穿着一身华服，停停袅袅地走了下来。她大概是听说了什么，想来看我的笑话。然而当她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我这张因为震惊而忘记伪装的脸上时，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沈昭，她失声尖叫起来。完了，这下全完了！我不仅暴露了性别，连身份都暴露了。皇宫门口那场惊天动地的飞天吻，最终以谢云一句家有悍妻管教不严草草收场。他半拖半抱地把我塞进马车，逃离了那片是非之地。至于我嫡姐沈婉，她那一嗓子尖叫反而被淹没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没掀起什么波澜。但她看见我还活着，并且活得似乎还挺滋润，眼神里的嫉妒和怨毒，我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3天后是心腹回门的日子，按理说我这个替嫁的根本没资格回门，但现在全京城都知道谢将军有个爱穿男装的绝色美人，宠得如珠如宝。为了不露馅，这场戏必须演下去。于是谢云被迫陪着我一起回了尚书府。尚书府里，我爹和我那嫡母看到活生生的我，表情跟见了鬼一样。尤其是沈婉，她看着我身上名贵的衣料，头上精致的珠钗，再看看我身边那个虽然冷着脸但寸步不离守着我的谢云，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凭什么这个卑贱的庶女没有被克死？凭什么她还能得到战神的另眼相看？她不甘心，在正厅里，她故意端起嫡长姐的架子，颐指气使地对我说道：妹妹既然回来了，就别忘了规矩，去给姐姐我倒杯茶来。这是想当着谢云的面给我个下马威，让我难堪。我刚想发作，还没来得及开口，身边的谢云动了，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拔出了佩剑，剑身寒光凛冽，杀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正厅。我爹、嫡母还有沈婉吓得扑通一声，齐刷刷脸色惨白。我谢云的夫人，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使唤了？我谢云的夫人，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使唤了？
谢云的声音冷得像腊月的寒风。那一刻看着瑟瑟发抖的一家人，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意。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是这样的。沈婉被吓得不敢再作声，但她眼底的怨毒却更深了。席间，她假意殷勤地给我端来一杯茶，笑容甜得发腻。妹妹姐姐，方才不是故意的，这杯茶算我给你赔罪了。我看着那杯茶，心里起了疑，但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好不接。我正犹豫着，沈婉又加了一句：怎么，妹妹是怕姐姐在茶里下毒吗？我心一横，端起茶杯一饮而尽。不就是一杯茶吗？我倒要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样。喝完茶，沈婉露出了一个阴谋得逞的诡异笑容。茶水下肚，我还没感觉出什么异样，倒是坐在我身旁，离我不到1米远的谢云突然皱起了眉头。他先是动了动脖子，然后又忍不住抬手挠了挠胳膊。我小声问他怎么了，不知道，身上有点痒。低声回答，眉头越皱越紧。我脑中灵光一闪，瞬间明白了，沈婉下的不是毒药，是痒痒粉，而且因为感官共享，药效还没在我身上发作，先在谢云身上体现出来了。是痒痒粉，而且因为感官共享，药效还没在我身上发作，先在谢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沈婉啊，沈婉，你可真是给我送了个神助攻。谢云也立刻反应了过来，他猛地站起身，一脚踹翻了面前的八仙桌，哐当一声巨响，满桌的菜肴碎了一地。尚书府的人再次被吓得魂不附体。谢云指着他，声音里满是杀气：沈婉把那壶茶给我全喝了。沈婉吓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不，我没有，不是我。谢云招手，门外林峰瞬间冲了进来，一把按住沈婉，捏开他的嘴，将一整壶茶水都灌了进去。很快药效发作了，沈婉开始疯狂在自己身上抓挠，一边抓一边发出难听的尖叫声，很快就把自己华丽的衣服撕得破破烂烂，头发也散了，像个疯婆子一样在地上打滚，颜面尽失。我爹和我嫡母看得目瞪口呆，想求情又不敢。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暗爽无比。替价之仇，今天先收点利息。回将军府的马车上，药效终于也开始在我身上发作了，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痒，奇痒无比，让人坐立难安。我和谢云在狭窄的马车里，如同两条上了岸的鱼，疯狂的扭动，互相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企图缓解那要命的痒意。互相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企图缓解那要命的痒意。车夫在外面赶着车，大概是感觉到了车厢里不同寻常的震动，还关心地问了一句：将军夫人，路面平坦，马车怎么晃得这般厉害？谢云黑着脸，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赶路。就在这时，马车恰好路过一个街角，我从车窗的缝隙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李王爷。他骑在马上，正用一种极其古怪的、混合着鄙夷和玩味的眼神看着我们这辆疯狂震动的马车。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该不会以为马车里的奇痒难耐事件终究还是传到了李王爷的耳朵里？我心里明白，这下他是彻底坐实了我和谢云之间的淫乱关系。这老东西肯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变态的花样，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可以让他暂时放松警惕。然而我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当天深夜，将军府就迎来了不速之客，府内侍卫很快就位。我被惊醒，谢云早已警觉，他猛地从床上跃起，一把将我拽到床后，抽出枕边的宝剑。别怕，待在我身后。他沉声说道。我心里一点也不怕，自从有了感官共享，我发现自己对疼痛的忍耐力，还有对危险的直觉，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自从有了感官共享，我发现自己对疼痛的忍耐力，还有对危险的直觉，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很快，刺客便攻进了我们的院子，人影闪动，刀光剑影，寒气逼人。谢云如一尊战神，长剑所指，刺客哀嚎倒地。但问题是，他不能离我超过10米，于是整个打斗场面变得异常诡异。谢云像是被我这条无形的线牵扯着，一边要以一敌十，一边还要时刻注意我的位置。他挥剑格挡的时候，会将我揽入怀中；转身突刺的时候，又会把我甩到身后。我整个人就像一个被他用绳子拴住的布娃娃，在他高超的武技下被甩来甩去，上下翻飞。我甚至能感受到他每一次挥剑时的力道，每一次躲避时的敏捷，以及每一次杀敌时剑尖划破空气的凛冽。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我拥有了他的第2双眼睛、第2双手。一个刺客从屋顶跳下，直扑我的方向，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谢云的身形已经鬼魅般出现在我面前。他一把将我推开，硬生生替我挡下了那一剑。我瞬间感受到左肩传来一阵剧痛，仿佛被利刃生生划开。但与此同时，谢云的长剑也已经刺穿了那个刺客的胸膛，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谢云的长剑也已经刺穿了那个刺客的胸膛，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刺客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谢云身上的伤口也越来越多。我眼睁睁看着他后背被划开一道口子，胸前被划出一道血痕，我的身体也跟着感受到撕裂般的疼痛，冷汗浸湿了我的衣衫。在极致的疼痛中，我突然闭上了眼睛。奇怪的是，闭上眼后，我反而能更清晰地感受到谢云的动作，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肌肉的紧绷与放松，都仿佛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与他在那一刻竟然奇迹般的融为一体，他向左，我向左，
他向右，我向右。他初见我，仿佛也能看到渐渐的轨迹。我们俩像一对训练有素的舞者，在刀光剑影中翩翩起舞。只不过这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死亡之舞。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即将挥出的剑锋，预判他下一个闪躲的方向。在这种奇特的感官下，我不再是一个无助的累赘，反而能配合他的动作，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刺客们看着我们这诡异的配合，也开始感到惊惧。这个将军和他的小妾简直像是长在了一起，根本无法分开攻击。终于在谢云又一次将一名刺客挑飞之后，剩下的刺客们发出了不甘的怒吼，开始撤退。我睁开眼睛，看到谢云全身是血，但他依然笔直地站在我面前，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这个被随意摆弄的替嫁庶女，竟然能和堂堂战神将军在生死搏杀中打出了一套完美的双剑合璧。这10米魔咒似乎也不是全然没有用处。刺客退去后，院子里一片狼藉，血腥味和焦糊味混杂在一起。谢云靠着墙壁，脸色苍白，浑身是血。他那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却也止不住的颤抖。而我左肩的剧痛提醒了我刚才的凶险。我伸手摸了摸，指尖是湿漉漉的，可我没顾得上自己，只看到谢云后背那道深可见骨的刀伤，血正鼓鼓的往外冒。那撕心裂肺的疼痛瞬间让我红了眼眶。虽然受伤的是他，可我感同身受，比自己受伤还要疼上几分。我带着哭腔冲过去扶住他，他艰难地喘着气。别哭，小伤而已。可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能感觉到他体内失血的虚弱。什么小伤分明就是重伤。林峰带着辅医匆匆赶来，看到谢云的伤势下的脸色发白。看到谢云的伤势下的脸色发白，我蹲在他身边，颤抖着手撕开他的衣袍，露出血肉模糊的伤口。辅医要来处理，我却一把抢过了他手中的金疮药和纱布，小心翼翼地为他清洗伤口，撒上药粉，再用纱布一层层包扎起来。每当我碰到他伤口的时候，他都会闷哼一声，眉头紧锁，可他却没有推开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他的皮肤上。我感觉到那不是为自己受的痛而流，而是真真切切地为他感到心疼。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为这个把我当陌生人、冷漠至极的男人流下这样的眼泪。谢云看着我泪流满面，那双平日里冰冷如霜的眸子，此刻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笨拙地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掌心粗糙带着薄茧，却意外的温暖。他的声音竟带上了几分罕见的温柔。别哭了，我不疼。我听着他言不由衷的话，心里更酸了。他当然疼，因为我也疼，那疼痛如影随形，刻骨铭心。可他却要故作轻松，是为了安慰我吗？这一夜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冰山将军在我心里似乎不再只是一个冷酷的宿命。几天后，谢云的伤势有所好转，但行动依旧不便。他不能离我太远，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住在同一个院落里。这天晚上，我想好好泡个澡。将军府的浴室很大，我让下人备好了热水和香汤，屏风也准备得足足的。我走到浴室门口，看着里面氤氲的水汽，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向谢云，他正坐在床边看兵书，听到我的动静，抬起头来。我有些别扭地开口：“我想沐浴。”谢云的脸瞬间僵住了，耳朵跟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他当然知道不能离我太远，最终他放下兵书，黑着脸走进了浴室，背对着屏风，站在离浴桶9米远的地方，像一尊雕塑般笔直。我隔着屏风偷偷瞄了一眼他笔挺的背影，心里不由得升起一丝恶作剧的念头。我慢悠悠地脱掉衣服，踏入浴桶，全身的疲惫都得到了舒缓。我故意在浴桶里撩起水花，水声在寂静的浴室里显得格外清晰。隔着屏风，我能听到谢云呼吸的节奏乱了，他的身体似乎僵硬了几分，握着剑柄的手也紧了紧。我偷笑，又故意哼起了小曲，还用脚尖拨弄水面，溅起更多水花。谢云的耳根已经红到了脖子，我甚至能感觉到他那张冰山脸上应该也泛起了不自然的潮红。就在我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个黑色的影子突然从屏风顶部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入了我的浴桶。我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整个人像触电一般从浴桶里蹦了起来，根本顾不上身上寸缕未着。我这一蹦正好弹出了屏风。谢云听到我的惊叫，以为有刺客，想也没想，直接冲破屏风，砰的一声将我这个光溜溜的罪魁祸首扑倒在地。他双手撑在我身侧，眼神凌厉，浑身戒备，活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而我被他死死压在身下，湿漉漉的身体紧贴着他坚硬的胸膛，一股属于男性的阳刚气息瞬间将我包围。我们四目相对，我的心砰砰地跳着，脸颊瞬间烫得能煎鸡蛋。他那双深邃的眸子里，最初的戒备渐渐被惊愕取代，然后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仿佛带着火焰般的情绪在眼底深处悄然升腾。浴室里氤氲的水汽仿佛也瞬间变得燥热起来，气氛一触即发。就在这暧昧到了极致的时刻，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高亢尖锐的声音：“圣旨到，将军接旨。圣旨到，将军接旨。”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我和谢云几乎同时僵住，这3个字就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浴室里弥漫的暧昧火花。他眼疾手快地捞起地上的衣服，胡乱地披在我身上，
然后他一个箭步冲出去，在门口稳稳地跪下。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整了整发髻，也赶紧跟着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闻谢将军与爱妾沈氏情投意合，琴瑟和鸣，特赐美人舞姬2名，以助将军府中添香，望将军忠心报国，莫负朕恩。钦此。宣旨的太监尖着嗓子将圣旨念得抑扬顿挫，我听得心里咯噔一下。美人舞姬，皇帝这是什么意思？是觉得谢云宠幸美妾荒废朝政，还是故意试探？我偷偷瞄了一眼谢云，他依然跪得笔直面无表情，但我的心里却莫名泛起了一股酸涩。虽然我和他之间只是因为蛊毒才被迫捆绑，可这几天相处下来，我早已习惯了他在身边，习惯了他对我的保护。现在突然冒出来2个美人舞姬，我心里竟然有些不舒服。谢将军，还不快谢恩！太监收起圣旨，皮笑肉不笑地提醒道。谢云缓缓抬起头，却并没有谢恩，他反而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藏在袖子里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当着太监和所有下人的面沉声说道：谢陛下隆恩，然臣身患恶疾，离不得内人半步，此疾古怪，需内人时刻伴随，方能勉强压制。臣已非完璧之身，为爱妻一人足矣。舞姬之福，臣无福消受，还望公公代为转达，请陛下收回成命。太监的笑容僵在脸上，他大概是没想到谢云竟然会直接抗旨，而且谢云还握着我的手，当众宣布我才是他的爱妻，甚至还为了我不惜编造出恶疾缠身的理由。我的心头像是被一股暖流淌过，酸涩感瞬间被融化。原来他在意我在意到这种地步。最终太监黑着脸走了，美人舞姬也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经此一事，我和谢云之间的关系彻底发生了质变，我们不再是被迫绑在一起的陌生人，而更像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我们不再是被迫绑在一起的陌生人，而更像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我们开始主动适应这10米生活。早晨，我给他泡茶，不用走过去，而是算好距离，轻轻一推，茶杯便稳稳地滑到他手中。晚上睡觉，为了避免尴尬的亲密接触，我们会精确地在床榻中间拉上一道屏障，然后躺在10米边缘，保持着安全距离。甚至我们还开发出了许多懒人玩法，比如我躺在软榻上想吃点心，就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勾过来，他批阅公文需要递送文件，我也能用竹竿递过去。将军府的下人们看着我们的夫妻日常，都觉得这日子过得可真是甜蜜又奇特。我看着谢云，他虽然嘴上不说，但那双深邃的眼眸里偶尔也会流露出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或许这就是我们之间在患难中滋生出的某种羁绊吧。京城秋高气爽，1年1度的皇家秋猎如期而至。皇帝为了彰显国力，大宴群臣，狩猎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按例各家眷属也会随行。这可苦了我，因为这意味着我要跟着谢云再次深入那些勾心斗角的是非之地。更要命的是，我不会骑马，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我骑马很慢，而且我怕马。谢云看着我眉头紧锁，他当然不能让我一个人慢悠悠地跟在后面，那根本无法维持10米距离。他最终开口，语气霸道：无妨，你与我同乘一骑。于是在狩猎场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威风凛凛的战神将军谢云骑着他那匹汗血宝马，马背上却坐着一个娇小的女子，我被他揽在怀里，他半身都被我遮挡，只露出我一个脑袋。周围的贵妇小姐们看着我们这副亲密无间的模样，一个个都嫉妒的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而在这群嫉妒的目光中，最狠毒的莫过于我的嫡姐沈婉。她骑在马上，脸色铁青，眼底几乎要喷出火来。她身边的李王爷眼神阴鸷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凑到沈婉耳边低声耳语了几句。沈婉听后眼中闪过一丝狠辣，唇角勾起一抹恶毒的笑容。直觉告诉我，这2个狼狈为奸的家伙又在憋着什么坏主意。我紧紧地抓住谢云的衣襟，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狩猎正式开始，林子里充满了兴奋的呼喊和弓箭的破空声。谢云带着我虽然不为狩猎，但依旧英姿飒爽，时不时会射出一箭，替我击中几只飞奔的野兔和山鸡，然后将猎物递给我，让我玩得不亦乐乎。他这种看似无意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分明是在向所有人展示。他的目光只在我身上，可就在我享受着这难得的甜蜜时，异变再次发生。一支离弦的箭矢带着诡异的笑声从密林深处射出，直奔我们而来。这支箭矢并不是射向我们，而是射向了我们的马。战马受惊发出痛苦的嘶鸣，马蹄乱刨，狂躁不安。谢云反应极快，他知道这马是被做了手脚，他一把将我死死地抱在怀里，试图安抚受惊的马匹。然而那匹马像是发了疯一般，根本不受控制，开始在林子里横冲直撞，直奔着一处悬崖方向狂奔而去。谢云，我吓得脸色煞白，紧紧抱住他，尖叫出声。悬崖下是万丈深渊，如果就这样冲下去，我们俩都得粉身碎骨。马匹毫不减速地冲向悬崖，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马匹毫不减速地冲向悬崖，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以为这一次真的要命丧黄泉了。就在马匹冲到悬崖边沿的瞬间，马匹发出一声悲鸣，整个身体向深渊坠去，我和谢云也被甩了出去。谢云在空中翻转，用尽全身力气将我紧紧地护在怀里，试图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抵挡冲击。耳边是呼啸的风声，还有急速坠落的失重感。我绝望地尖叫，眼睁睁看着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远，离悬崖下的河流也越来越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又一次超过了10米。
胸口处那道熟悉的红光再次亮起，一股强大到不可抗拒的吸力瞬间爆发，我被甩出谢云的怀抱，但他也被那股力量猛地往我这里拉扯。在半空中，我们俩就像两块巨大的磁铁，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再次撞在了一起。砰的一声闷响，我的嘴唇又一次撞上了他的，温热柔软，带着一丝血腥气。这一刻的吻不是旖旎，而是生死的交缠。谢云借着这股强大的吸附力，在空中猛地一个转身，他单手揽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却迅速从腰间抽出匕首。他狠狠地将匕首插入了崖壁之中，我们坠落的速度瞬间一致，然后被那股巨大的摩擦力硬生生地拖拽着，悬停在半空中。谢云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崖壁，手臂肌肉瞬间绷紧，青筋暴起。他的手因为与崖壁的剧烈摩擦，瞬间鲜血淋漓，那刺骨的疼痛也清晰地传达到了我的身体里，仿佛我的手臂也被生生撕裂。我哭着喊道：“谢云，放手，你这样会死的。”崖壁锋利匕首能够支撑的时间有限，他这样硬撑着，手臂迟早会被磨断，死也绑在一起。谢云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却依旧死死地抓住匕首不肯松手。他的声音沙哑坚定，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决绝。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他内心深处那份不为人知的对我的在乎。绝望中，我紧紧地抱住他，泪水模糊了视线。我们被悬在死亡的边缘，匕首终究无法支撑太久。一声脆响后，刀尖在剧烈的摩擦中应声而断，我们再次向下坠落。幸运的是，下坠的距离已经大大缩短，下方是一潭深不见底的碧绿湖水。我们俩一同坠入冰冷的潭水中，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我淹没。我呛了几口水，在水中挣扎着。谢云已经游了过来，他一把拦住我，将我拖出水面。我们游到岸边，狼狈地爬上岸。谢云靠在湿滑的岩石上，脸色惨白，嘴唇青紫，他的右臂伤痕累累，左臂也因为之前的剧烈冲击而脱臼，整个人虚弱到了极致，开始高烧不退。我感受到他身体散发出的滚烫热度，也感受到他体内五脏六腑的翻搅，以及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感官共享此刻变成了双倍的折磨。我扶着他，踉踉跄跄地在崖底摸索，这崖底荒无人烟，仿佛与世隔绝。就在我绝望之际，我发现了一个被藤蔓掩盖的废弃山洞，山洞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堆早已熄灭的篝火遗迹，还有几块巨大的岩石。我把谢云安顿在山洞里，他已经烧得迷迷糊糊，意识不清。他浑身滚烫，我浑身冰冷。我灵机一动，跑回潭水边，将自己浸泡在冰冷的潭水里。冰冷的湖水瞬间让我打个哆嗦，但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谢云的体温似乎降下来了一些。原来感官共享不仅能共享痛苦，也能共享体温。我一次次地往返于潭水和山洞之间，用自己冰冷的身体为他一点点物理降温。谢云烧得迷糊之际，不自觉地抱紧了我，嘴里嘟囔着我听不懂的话。在山洞的角落里，我偶然发现了一本残破的古籍。古籍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文字记载着，但我却能看懂其中的内容。我翻开古籍，心头瞬间涌起一股寒意。上面记载的正是我们身上所中的蛊毒，南疆失传已久的生死同心蛊。古籍上赫然写着，此蛊乃南疆秘术，以两人精血为引，心意相通则生，离心则死。一旦种下二人感官相连，10步之内生死与共。然此蛊无解，唯有其中一人心头血流尽，另一人方可解脱。我看着这段触目惊心的文字，脑子里嗡的一声，无解，其中一人心头血流尽，另一人方可解脱。我看向昏迷不醒的谢云，又看向自己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我们俩竟然是被一种名为同心蛊的东西强行绑在了一起，这辈子我们注定要共享生命，共享痛苦。我拿着那本古籍，在重新燃起的火堆前静静地坐着。当谢云醒来时，他看到我疲惫却坚定的眼神，以及手中那本残破的古籍。他看完了古籍上的内容，原本苍白的脸上闪过一丝绝望。我们俩对视着，眼中都看到了彼此的无奈和不甘。最终谢云伸出手，从我手中接过古籍，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将它扔进了火堆里。纸张在火焰中化为灰烬，仿佛我们俩之间那个残忍的命运也随之湮灭。我们没有说话，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我们谁也不会放弃谁。既然要死，那就死在一起；既然要活，那就一起活下去。这便是我们对这该死的蛊毒无声的抗议。在崖底待了整整3天，靠着我四处寻找到的野果和谢云抓到的几只野兔，我们勉强为生。谢云的伤势渐渐好转，精神也恢复了许多。就在我们即将弹尽粮绝的时候，林峰带着一队人马找到了崖底。看到林峰的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林峰看到谢云受了重伤，焦急万分，赶紧命人将谢云抬上担架。我们在崖底发现的那些撕碎的古籍残叶，也一并被林峰的人带了上去。我当时没在意，以为这只是些普通的废纸，然而就是这些废纸，却落入了李王爷的眼线手中。那些暗卫将残叶拼凑起来，上面隐约能看到同心蛊、10步之线、心头血等字眼。李王爷如获至宝，他一直想扳倒谢云，却苦于抓不到任何把柄。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战神谢云的致命弱点。原来谢云和他的宠妾之间有这样的秘密。他知道只要将我们分开，谢云就不战而败，而我们对此却毫不知情。回到将军府，谢云的伤势得到妥善处理，很快便恢复了元气。没过多久，皇帝又下了一道旨意，紧急召谢云进宫议事。
谢云看完圣旨，眉头紧锁。陛下召我进宫，我不能留你一人在府里。我跟你一同去。我轻车熟路地装扮成了小侍卫，马车一路驶向皇宫。谢云与守门禁军交涉后，带着我进入宫中。他将我安置在离议政殿不远的一座偏殿里。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殿外有侍卫值守，我一完事立刻来接你。我看着他匆匆离开，偏殿里几名宫女垂手立在门外，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时间一点点流逝，殿外寂静无声。这时，一名宫女端着茶盏走了进来。大人，请用茶。我接过茶盏抿了一口，片刻后一阵眩晕袭来，我想要起身，却发现四肢绵软无力，意识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一片黑暗。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在一辆马车上，外面传来马蹄急促的声音，马车开始疯狂地向城外驶去。停车！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惊慌地拍打着铁网，然而没有人回应我。就在马车剧烈颠簸中，我突然感觉到胸口处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我忍不住痛呼出声，整个人瞬间蜷缩起来。这痛楚比我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感官共享都要强烈，仿佛我的五脏六腑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撕扯着。我瞬间明白了，谢云在宫里，而我正在被这辆马车快速地带离京城，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一寸寸地拉长，马上就要突破10米。那股致命的拉扯力已经开始发挥作用，马车狂奔速度快得惊人。我蜷缩在铁网里，浑身抽搐痛苦地在地上翻滚，那股从胸口蔓延开来的剧痛如同潮水般一波波袭来，仿佛我的身体被活生生地撕成了两半。它不再是普通的拉扯，而是变成了致命的反噬，因为距离过远，蛊毒开始将我们从血脉深处一点点地撕裂开来。我感觉喉咙一甜，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胸腔火烧火燎，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的颤抖。我死死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太大的声音，可这疼痛根本无法忍受。与此同时，皇宫大殿之上，谢云正在与皇帝和重臣议论边关战事。他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绞痛，那股熟悉的但又前所未有的剧烈拉扯感瞬间袭遍全身，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摇晃了几下，差点跌倒。殿上群臣大惊，林峰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谢云强忍着剧痛，双眼赤红。他知道沈昭出事了，那股几乎要将他碾碎的拉扯力明确地告诉他，沈昭正在被强行带离他身边，而且距离越来越远。他顾不得朝堂礼仪，顾不得君臣之别，双目死死地盯着殿门外，那里正传来一股微弱却又致命的牵引。皇帝和众臣都被他这副模样吓住了。谢爱卿何故如此？莫非是旧伤复发？皇帝关切地问道。谢云浑身冒着冷汗，强撑着身体，向皇帝拱手道：臣身体不适，恐无法继续议事，望陛下恕罪。他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说出这番话，他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如果被人知道他有这种致命的，那后果不堪设想。在得到皇帝的允许后，谢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大殿。他顾不得自己的狼狈，也顾不得身上还在淌血的伤口，只是循着那股撕心裂肺的拉扯力，疯狂地朝着城门方向奔去。他的眼神冰冷而嗜血，仿佛一尊从地狱归来的杀神。感动他的沈昭，他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谢云如一道黑色闪电冲出皇宫，循着那股几乎要将他撕裂的痛楚，朝着城外狂奔。他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杀意，路上的行人，宫中的侍卫，无不避之不及。当他冲出城门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一辆疾驰的马车，那辆马车周围隐隐绰绰有几道黑影，以一种不顾一切的速度向前奔去。谢云从腰间拔出长剑，运起轻功，追上了那辆马车。马车上的黑衣人也发现了谢云，他们调转方向试图阻拦，但此刻的谢云已经彻底化身为一尊修罗，他的眼中只有沈昭，只有那辆囚禁着他的马车。剑光闪烁，血肉横飞，黑衣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只是几个回合便被他斩杀殆尽。谢云一剑劈开马车，又一剑将困住我的铁网斩断，铁网应声而开，我从里面滚了出来。就在我们之间的距离重新缩短到10米之内的时候，那股撕裂般的剧痛瞬间如同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虚脱感。谢云踉跄着冲过来，一把将我抱进怀里，我紧紧地抱住他，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庆幸和颤抖。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他温暖的怀抱却让我感到无比安心。他低头吻了吻我的发顶，声音沙哑：没事了，没事了。周围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血腥味弥漫。我们俩就这样在血泊中紧紧相拥，仿佛要将彼此揉进骨子里。远处一棵大树后面，李王爷的身影缓缓现身，他看着血腥的战场，看着相拥的两人，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的算计，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果然如此，只要将他们隔开11米，谢云就不战自败。这次虽然失败，但本王已经找到了他的致命弱点。他的眼中闪烁着更加恶毒的光芒。经历了这次生死劫，我和谢云之间的感情彻底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我们不再只是被蛊毒绑定的工具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他变得异常粘人，以前是10米不能离，现在是恨不得挂在我身上，连10米都不愿意离开。我去吃饭，他坐在我旁边；我去散步，他亦步亦趋；我睡午觉，他就在床边看书，目光偶尔会落在我的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这让将军府的
的下人们都惊掉了下巴，他们的战神将军那个冷面阎罗竟然变成了宠妻狂魔。我们俩都知道，这次的绑架幕后主使一定是李王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之间的蛊毒之谜。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弱点，那我们就必须利用这个弱点反向做局。我坐在谢云身边，给他递过去一杯茶。他以为只要将我们分开11米，就能置我们于死地，那我们就给他制造一个他能成功将我们分开的假象。谢云接过茶，轻轻握住我的手，指尖摩挲着我的掌心。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他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没错，他不是想看我们孤独发作，两败俱伤吗？那我们就变给他看。我们详细的商量了计划。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让李王爷深信不疑的消息源，而沈婉无疑是最佳人选。他对我的嫉妒和怨恨，以及对李王爷的依附，都是可以利用的棋子。由你去给沈婉传递一个假消息。谢云看着我目光灼灼，我点点头。就说我们俩在上次坠崖之后，虽然侥幸未死，但因为伤势过重，再加上蛊毒反噬，功力大减，身体每况愈下。我脑子里已经开始构思谎言，甚至可以夸大其词，说我们俩最近频繁蛊毒发作，已经到了武功尽失、行将就木的地步。谢云补充道，这样一来，李王爷一定会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以为抓住了我们的致命弱点，也以为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他会迫不及待地出手，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谢云这个眼中钉。而那时候就是我们瓮中捉鳖的时候。好，就这么办。我勾起唇角，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沈婉，你不是一直想看我死吗？那我就满足你，让你以为我快死了，然后彻底自食恶果。几天后，一个精心编织的谣言通过沈婉身边的丫鬟，准确无误地传到了沈婉的耳朵里。将军府的夫人沈昭因坠崖受伤过重，已是病入膏肓，卧床不起，而谢将军也受牵连，功力大减，行销骨立。沈婉听到这个消息，眼睛都亮了，他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王爷。李王爷果然大喜过望，李王爷哈哈大笑，眼中闪烁着阴狠的光芒。天助我也！谢云，你也有今天。他立刻派遣了一队精锐刺客，命令沈婉带路潜入将军府，活捉沈昭。他们的计划是抓住沈昭，以此来要挟谢云，彻底铲除这个心腹大患。月黑风高，杀机四伏，沈婉带着刺客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将军府。他熟门熟路地带着人来到我和谢云居住的院落，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几盏灯笼在夜风中摇曳，显得格外萧瑟。沈婉看着这幅场景，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沈朝，你也有今天。他低声咒骂着，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模样。他一挥手，刺客们便冲进了我的房间，然而房间里空无一人。沈婉心头一跳，还没来得及反应，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轻笑。嫡姐这么晚了，不在尚书府待着，跑来将军府做什么？我从屋顶上轻轻跃下，稳稳地落在院子中央。谢云则手持长剑从暗处缓缓走出，他的脸色哪里有半点病入膏肓的虚弱，分明是神采奕奕，杀气凛然。沈婉看着我和谢云，脸上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惊恐。你们……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勾起唇角，笑容带着一丝冷意。很惊讶吗？难道嫡姐以为我沈昭会那么轻易的被蛊毒打败？刺客们也反应过来，知道中了计，纷纷举起兵刃朝我和谢云攻来。然而他们低估了我们，或者说他们低估了同心骨在实战中的威力。谢云身形如鬼魅，长剑翻飞，每一招都带着雷霆之势，而我则像是他的影子，紧紧地跟在他的10米之内。我们俩的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流畅，都要默契。谢云出剑，我便知他下一个落点，他闪躲，我便能预判他的方向。我们在10米之内，仿佛能看到彼此的下一步动作。身体感官的共享，让我们达到了心意相通的境界。刺客们惊恐地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攻击到我，因为只要他们试图靠近我，谢云的剑就会比他们更快一步。他们也无法完全躲过谢云的攻击，因为我的感官会捕捉到他们躲避的轨迹，让谢云的攻击更加精准。这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10米之内的双人混合双打，比任何武功招式都要诡异和强大。短短一盏茶的功夫，刺客们便死的死，伤的伤，躺了一地。沈婉吓得浑身发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嫡姐替嫁之恩，妹妹今天可要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了。沈婉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尖叫，最终沈婉被彻底废掉。他勾结李王爷，谋害将军府主母的罪名，被林峰亲自押送交了官府。将军府内外一片清明。沈婉的覆灭并没有让李王爷收敛，反而像是彻底激怒了他。他意识到小打小闹根本无法撼动谢云，于是他决定动用他最后的底牌，那是一股他暗中培植多年的力量，与南疆邪术有关。在一个月圆之夜，京城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灯会，花灯璀璨，人流如织，整个京城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我和谢云也手牵着手，漫步在灯会之中。我们看着那些奇形怪状的花灯，听着街边小贩的叫卖声，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和甜蜜。想吃那个糖葫芦吗？谢云低头问我，我点点头，露出一个开心的笑容。就在谢云要去买糖葫芦的时候，异变陡生，周围的人群突然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和谢云硬生生地朝着2个方向推开。怎么回事？我惊慌地喊道。我拼命地想要抓住谢云的手，但人群的推搡太大了，我们俩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拉长。谢云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他
他想冲过来，却被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挡住了。一声巨响，一道透明的结界突然从地面升起，像一道无形的墙壁，瞬间将我们俩分隔开来。结界透明却坚不可摧，我能看到谢云焦急的脸，他也能看到我，他用力地拍打着结界，可那结界纹丝不动。我感受到了这结界的宽度刚好是11米，11米，这个距离是李王爷精心计算过的，是足以让同心骨发作的致命距离。果然就在结界升起的一瞬间，我胸口处的红光猛地亮起，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剧烈100倍的撕裂感瞬间席卷全身，我一口鲜血喷出，身体瞬间软倒在地。与此同时，结界另一边的谢云也痛苦地闷哼一声，他单膝跪地，也喷出了一口鲜血，蛊毒的反噬全面爆发。哈哈哈，谢云啊，你终于落入本王的圈套了！阴冷的笑声从天而降，李王爷从人群中缓缓走出，他穿着一身华服，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得意笑容。这绝杀阵乃是本王重金请南疆巫师所布，结界由玄铁晶打造，寻常刀剑根本无法损其分毫。你和你的小贱人就等着在这里被这同心骨一点点撕裂，活活痛死吧！他嚣张地看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报复的快感。我浑身剧痛，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碎裂，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我看到谢云痛苦地挣扎着，他想站起来却又无力地跌倒，他的目光越过透明的结界，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突然，我看到他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剑，剑尖正对着他自己的心口。我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他要干什么？他要为了我牺牲自己。谢云举起剑直指心口，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坚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古籍上记载，唯有其中一人心头血流尽，另一人方可解脱。古籍上记载，唯有其中一人心头血流尽，另一人方可解脱。他这是想用自己的死来解脱我。谢云，不要！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我的声音在巨大的痛楚和结界的阻隔下变得那么微弱，那么无力。我的身体被撕裂着，剧痛让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就在他即将刺下的一瞬间，他突然猛地一个翻身，将剑柄重重地砸向了自己。他又喷出一口鲜血，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但他并没有刺向心口，而是用剑柄敲击了自己身体的几处穴道。下一刻，奇迹发生了，我突然感觉到原本撕心裂肺的剧痛竟然诡异地消退了。我的身体不再抽搐，也不再喷血，甚至连那些细密的痛感都变得迟钝模糊。我惊讶地看着自己，又看向结界另一边的谢云，他已经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双眼赤红，浑身冒着冷汗。他没有刺向自己，而是封住了我的痛觉穴道。他要一个人承受我们俩所有的痛苦。我哭着拼命地拍打着透明的结界，可那结界依然纹丝不动。我虽然感觉不到痛了，但我的心却像是被人用刀子一寸寸地凌迟。我眼睁睁地看着谢云，他为了不让我痛苦，自己一个人承受着双倍的蛊毒反噬。他的身体开始颤抖，皮肤下青筋暴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发出痛苦的低吼，用拳头狠狠地砸向那透明的结界，每一拳都带着他的血肉，砸在结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结界依旧毫无破损，但他那双曾握剑杀敌的手却已经变得血肉模糊，指关节也开始扭曲变形。他疯了，他为了我彻底疯了。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虽然感受不到身体的疼痛，但那种精神上的折磨却比任何痛楚都要强烈。我看着他血淋淋的双手，扭曲的表情，我恨不得冲过去抱住他，替他分担哪怕一点点的痛苦，可我做不到。这11米的距离，这透明的结界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将我们生生隔绝。李王也在一旁看着，眼中充满了快意和残忍，他得意地嘲笑着：没用的，这是玄铁金结界，人力根本无法摧毁。谢云，你就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这蛊毒一点点撕裂吧。谢云没有理会他，他只是发疯般的用他血肉模糊的双手，用他早已断裂的指关节，一次次地狠狠地砸向那冰冷的结界。他的眼中只有我，只有那道阻碍。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了一个信念，破开它，冲向他。谢云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但他却丝毫没有停下。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踉跄着举起手中的长剑，长剑早已被他的鲜血染红，剑刃上也沾满了他的血肉。他看着结界另一边的我，眼神中充满了眷恋与不舍。昭儿，活下去。他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一声低吼，然后他猛地一个转身，将沾满他心头血的剑尖狠狠地刺向了结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灯会都被这声音所震动。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透明的结界竟然开始出现了裂痕。不可能！李王爷惊恐地大叫起来，然而裂痕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终砰的一声，结界彻底碎裂，化为无数道光点，消散在夜空中。结界碎裂的瞬间，那股强大的吸附力再次爆发，我和谢云几乎同时被对方拉扯，然后狠狠地撞在一起，紧紧相拥。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抱住我，身体却瞬间软了下去。我惊恐地喊道：谢云！他已经昏迷不醒，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气息微弱，仿佛随时都会消逝。李王爷看到结界被破，谢云重伤昏迷，眼中闪过一丝狠辣。李王爷看到结界被破，谢云重伤昏迷，眼中闪过一丝狠辣。废物！既然如此，那就死吧！
他抽出腰间佩剑，趁谢云昏迷之际，想要上前补刀，然而还没等他靠近，一道疾风从旁边掠过，林峰带着禁军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瞬间将李王爷团团包围。你们怎么会？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林峰没有理会他，目光落在昏迷不醒的谢云身上。将军属下来迟了。原来林峰照例带人巡夜，却意外发现灯会方向传来异动。他赶过来时，正好看到那道透明的结界，便立刻带了救兵前来。李王爷被禁军制服押送下去，我顾不得其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昏迷的谢云，眼泪止不住的流。府医和太医匆匆赶来，为谢云把脉。太医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将军脉象虚浮，五脏受损，气血两亏，蛊毒反噬，伤及根本，老夫无能为力。不会的，谢云，你醒醒！我抱紧他，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难道我们真的要这样生死相隔吗？太医们的诊断像一道晴天霹雳，将我所有的希望都击得粉碎。谢云生命垂危，我守在他的床榻边，握着他冰冷的手，心如刀绞。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在崖底山洞里那本残破古籍上的内容，唯有其中一人心头血流尽，另一人方可解脱。我死死地盯着谢云苍白的脸，泪水模糊了视线。如果他必死无疑，那么我至少可以让他活下来。我缓缓地松开他的手，踉跄着站起身，走到桌边，桌上放着一柄谢云常用的短笔，那是他用来削水果的。我拿起匕首，冰冷的触感瞬间让我清醒。我看着匕首锋利的刀刃，又看了看熟睡中依然紧锁眉头的谢云，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但我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坚定。我缓缓地拉开衣襟，露出了左胸口的位置，匕首的尖端在烛火下闪烁着寒光。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匕首狠狠地刺向了自己的胸膛。然而就在匕首即将刺入我胸膛的一瞬间，一股熟悉而强大的力量突然从我手腕传来，匕首应声落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我睁开眼睛，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手腕，不知何时，一只大手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只手冰冷，却又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循着手臂看过去，只见原本昏迷不醒的谢云，此刻正艰难地睁开眼睛。他的双眼因为剧痛和虚弱而显得有些涣散，但那份执着和坚定却依然清晰可见。他凭借着感官共享的本能，感受到了我的意图，在最后一刻抓住了我的手。他艰难地张了张嘴，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你若死，我绝不独活。我的眼泪瞬间决堤，他明明已经痛得快要死了，却依然不肯让我为他牺牲。他用行动告诉我，即便他活了下来，没有我的世界，他也宁愿选择死亡。我的心在这一刻被彻底融化了，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谢云醒了，但他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他强撑着一口气，只是为了阻止我自尽。太医们束手无策，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就在这时，林峰突然闯了进来，他气喘吁吁，脸上带着一丝惊喜。夫人，将军，属下找到了一位南疆老神医，他或许有办法。我眼中燃起了希望。林峰说，这位神医是他在南疆执行任务时偶然相识，精通各种奇门异术和蛊毒之术，但脾气古怪，常年隐居。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请来了这位南疆老神医。老神医一头白发，穿着一身朴素的麻布长袍，脸上布满了皱纹，但双眼却炯炯有神。他走到谢云床边，为他把了脉，片刻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到谢云床边，为他把了脉，片刻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哈哈，有趣，真是有趣。我心急如焚，以为他疯了。神医您是说将军还有救？老神医收敛笑容，捋了捋胡子，看着我和谢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他指了指床榻旁边那堆烧焦的古籍残渣。你们俩被那破书给骗了，那本古籍只记载了同心蛊的前半部分，却漏掉了最重要的解法。我和谢云都震惊地看向他。老神医继续说道，同心蛊并非无解，此蛊乃是南疆情蛊的一种，并非需要以命换命，而是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在生死关头心意完全相通，达到真正的同心，从而发生蜕变，化解蛊毒。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真正的解法竟然是真心相爱，心意相通。我们此前所经历的一切，所有的磨难，所有的痛苦，竟然都是在促成我们这份同心。老神医笑着点了点头。你们俩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后，早已心意相通，爱意刻骨。尤其是在那结界中，将军不惜以身犯险，夫人又甘愿以命相救，这种极致的爱已经彻底激发了蛊虫的蜕变。他从怀中掏出几枚银针，迅速在谢云身上扎了几下。出来吧，小家伙！随着他一声轻喝，一道金色的光芒突然从谢云的胸口亮起，那道金光化作一只小小的金色蝴蝶，从谢云的身体里飞出，然后又飞到我的身边，在我胸口盘旋了一圈，最终化作点点星光，彻底消散在空气中。我的身体瞬间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谢云的脸色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红润，他胸口那剧烈的咳嗽也停了下来，呼吸变得平稳。蛊毒解了，真的解了！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反噬解除，谢云的伤势也奇迹般的开始快速愈合。我和谢云对视一眼，眼中都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以及对彼此的深情。
情，原来所谓的蛊毒，竟是一场见证我们爱情的考验。谢云的身体在神医的调理下恢复得很快，仅仅几天时间，他便能下床走动，甚至能去练武场挥舞几下长剑。而我也感觉身体从未如此轻盈过。我们惊喜地发现10米限制真的消失了，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林峰和府里的下人也为我们感到高兴，府里举办了一场小小的庆祝宴。宴席上，谢云破天荒地喝了几杯酒，脸上也染上了几分红晕。他笑着看我，眼神里充满了宠溺。去试试，他轻声对我说。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站起身，深吸一口气，然后一步步地向外走去。1步2步3步10米，我的心跳得有些快。我继续往前走，我一口气跑出了院子，跑到了100米开外的小花园里。没有红光，没有吸附，没有接吻，也没有撕裂般的痛苦。我终于自由了。我站在花丛中，看着远处那栋不再将我们束缚在一起的院落，看着院子里那个身影逐渐变小的谢云，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雀跃，反而突然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没有了那10米的限制，我们的生活真的会更好吗？我回过头看向谢云，他依然站在院子里，静静地看着我，眼神晦暗不明，带着一丝我无法读懂的情绪。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晚上我回到房间，谢云已经坐在桌边等着我，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眉宇间的愁容却让我感到一丝不安。他开口，声音低沉：既然蛊毒已解，你我之间也便再无瓜葛。夫人是否要兑现最初的承诺，拿和离书走人？夫人是否要兑现最初的承诺，拿和离书走人？我的心猛地一沉，他的话像一把刀，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和离书，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谢云。和离书？你说什么？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只是因为蛊毒才被迫与我周旋？现在蛊毒解了，他就要一脚把我踹开。我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脑门，我气得眼泪直打转。谢云，你这个混蛋！我为你冒死赴险，为你包扎伤口，为你承受痛苦，你现在竟然要赶我走！谢云看着我愤怒的眼神，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委屈。我只是……他欲言又止，神色有些挣扎。只是什么？只是觉得我沈昭是块抹布，用完了就扔。我越说越气，胸口剧烈起伏，我转身冲到衣柜前，胡乱地抓起几件衣服塞进包袱里。走就走，谁稀罕你这个冷面阎王！我提着包袱，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将军府。我一路跑到了城门口，天色已经蒙蒙亮，城门刚打开，我心里又气又委屈，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是庶女，无依无靠，如果谢云真的不要我了，我又能去哪里呢？我正想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我下意识地回头，只见谢云骑着马飞快地追了上来。他下马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丝不自然的苍白，他左手捂着胸口，眉宇紧锁，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可怜。他艰难地开口，声音虚弱的仿佛随时会断掉。夫人，神医说我留下了后遗症。什么后遗症？我警惕地看着他，心里却有些动摇。他这副样子看上去确实不太好。他咳嗽了几声，脸色又白了几分。离你超过10米，我就会心痛难忍，甚至会当场昏厥过去。我看着他捂着胸口可怜巴巴的模样，还有他那双深情中带着一丝无辜的眼睛，瞬间就明白了，这个谢云他根本就是在装病。这个狡猾的家伙竟然开始用这种套路来哄我了。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但心里却莫名的感到一丝甜蜜。他这是在害怕我真的离开他，他这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挽留我。我红着脸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装，你接着装，我看你演得挺开心的。谢云露出了一丝得逞的笑容，他伸出手轻轻地拉住我的衣袖。谢云露出了一丝得逞的笑容，他伸出手轻轻地拉住我的衣袖。夫人，我不是装，我是真的心痛。他那张俊美的脸上写满了求抱抱的表情，我看着他，最终还是没忍住勾起了唇角。行了，别演了，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清楚吗？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还是红着脸，在他的帮助下重新上了他的马。这次我不是被强制绑在马上，而是心甘情愿的再次回到他的怀抱。或许没有蛊毒，我们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了。有了谢云这出装病的戏码，我暂时打消了离开将军府的念头。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我已经彻底接受了和谢云在一起的命运。我们俩联手将李王爷的罪证呈交给了皇帝。李王爷勾结南疆巫师，企图谋害朝廷重臣，司部协镇，以及他多年来贪墨军饷、通敌叛国的罪行，在铁证如山面前无所遁形。皇帝震怒，下旨将李王爷满门抄斩，并连坐其党羽。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声鹤唳，而我的原生家庭尚书府也因与李王爷的牵连而受到了严惩。我爹被革职查办流放千里，我嫡母被罚为奴冲入教坊司，沈婉则因谋害将军主母被判斩立决。曾经欺凌我的原生家庭彻底败落。我站在将军府的角门外，看着被押送离开的沈婉，他的脸上充满了绝望和怨毒。他冲我嘶吼着咒骂着，但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没有任何波澜。善恶到头终有报，我完成了最终的逆袭，从一个任人宰割的替嫁庶女，成为了受人敬仰的将军夫人。尘埃落定，所有的仇恨，所有的算计，都随着李王爷和尚书府的覆灭而烟消云散。这天晚上，京城里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庆祝边关大捷，也庆祝奸佞伏诛。漫天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将整个京城
城照亮。我站在将军府的院子里，仰望着夜空，心里一片宁静。谢云突然走到我身边，他身姿挺拔，在烟花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英挺俊朗。这时下人递来了一个锦盒，然后在漫天烟火之下，单膝跪地在我面前打开了锦盒。锦盒里躺着一套用最上等的金线绣成的凤冠霞帔，流光溢彩，华贵无比。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深情地看着我。昭儿，这不是替嫁时的那件，这是我为你亲手缝制的凤冠霞帔。沈昭，你可愿嫁给我谢云为妻？我的眼眶瞬间红了，不是替嫁，不是算计，他是在真正意义上向我求婚。我看着他眼中那份真挚的爱意，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愿意。1个月后，京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这场婚礼不再是替嫁时的仓促和冷清，而是真正的属于我和谢云的盛典。10里红妆，锣鼓喧天，皇帝亲自赐婚，百官道贺。我穿着谢云为我亲手缝制的凤冠霞帔，头戴金凤，身披霞帔，每一步都踏在红毯上，感受着那份前所未有的荣耀和幸福。谢云骑着高头大马，笑容满面地迎娶我。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冷面将军，而是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洞房花烛夜，红烛摇曳，喜字高悬。我和谢云相对而坐，喝下了真正的合卺酒，酒入愁肠，甜在心头。他放下酒杯，伸出手想要拥抱我，我却突然调皮地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直到退到了离他差不多11米的地方。我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狡黠。谢将军，现在不过来亲我，可就没有蛊毒帮你喽？谢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看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爱意。他轻笑一声，笑容温暖而迷人。下一刻，他身形一闪，施展轻功，瞬间掠到我面前。他一把将我拦腰抱起，旋转了几圈，然后低头深情地吻了下来。这个吻不再是被动的吸附，不再是意外的碰撞，这个吻充满了爱意，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双向奔赴的甜蜜。他在吻中低声呢喃，声音沙哑而性感。昭儿，以前是蛊毒强迫，以后是我谢云心甘情愿。他抱着我走向婚床，声音在耳边轻声回荡。我紧紧地抱住他，将头埋在他的胸口，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这一刻，所有的磨难，所有的痛苦，都化作了我们之间最坚不可摧的羁绊。我们终于找到了彼此，也找到了真正的幸福。